Hello， 你好，哎呀，哦，我们今天来真的淘宝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都仓库里面都拉过来什么，我们挨个分析一下啊。哦，这还有一个天关的防火墙，那这个防火墙我当时是不打算拿过来的，但是我们技术的小伙伴呢说，他从来没有配过最新款的这个天关的防火墙，所以呢就拿过来了。现在库房里的防火墙已经一大堆了，几十种防火墙，所以先让大家知道一下。OK。那这里面呢，还有一些，这是千兆的光染垫，这玩意儿我们在日常测试过程中好缺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在仓库里面看到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是逮到了就拿过来，现在有9个千兆的光染垫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万兆的光染垫，如果有的话，肯定也会被我薅过来的。那这个层的。你看，还有一个工业插头，这个显然是用在这个 UPS 上面的。那这个呢，这个 PU 呢，我们是计划用在我们的这个测试的工作间，用来测试机器。你看，我们看中的就是这一排，然后呢，它还可以，好像可以报警啊。哎，看后面有网络跟监测的口，可以报警的，所以放在我们这个测试间还是比较合适的。啊，这个太沉了，放下来。哎，这有一堆，这一堆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都有什么东西。那这个卡呢，一个特斯拉的卡 K20，我们拿了2块过来。这个卡呢，现在已经非常的不值钱了。它是第一代支持英伟达的微 GPU 的显卡，因为它不要授权，所以曾经是国产虚拟桌面的宠儿，现在呢，已经没什么作用了。但是可以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英伟达虚拟化的历史。这个呢，这张卡呢是一张3080，一张3080，这完全是脚内翻出来的，所以可以用在后期的剪辑里面。3080也还不错啊。这里面还有什么？我看看啊，这还有一个旷视的这个枪型的摄像头，但是你看这种端子的电源的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烂口能不能支持 PoE 啊，所以它当成一个摆件。这有一个华为的 AP， 但是这个 AP 有点太老了，是不是拿错了？这里面还有一个，这是一个风扇模块，但是这个风扇模块呢，还不知道是用在哪个服务器上面的。有2个，它主要作用也是用来当摆件的，因为它的颜色还是比较明显的。这里面有，这是一个旷视的球机。本来想的是没有摄像头，看到了这个新的摄像头就把它拿过来给公司安装上，但是现在好像已经用不上了，还是这种电源，因为它是球机，有一个独立的电源。哎呦，是一个安装底座，哎，你看，长这样的，还挺好看啊。它是一个200万的球机，做考勤用的。但是大家有用过吗？我是没用过啊，要不是在仓库里面，我都不知道旷视还有这个球机。这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旷视200万的人脸抓拍一体机，它是一个定焦的，长这样，不太确定能不能支持 PoE 啊。如果不能支持 PoE， 基本上对我们来说也用处不大。还有啊，这个是绝对不是我的主意，他们拿了一堆，哎呦，苹果的 MacBook Pro 有多少啊？这是什么15寸的？这是多少寸呢？13寸的，还有，哎呦，5台 MacBook 啊，第一箱基本上就在这儿了。他们买这个 MacBook 的时候，我一直叫他不要拿过来用。这个好像是17年的，
i7 8加256，8加256，现在还能用吗？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东西是什么呀？大家绝对想不到，它其实是一块主板，现在还不确定好坏。这个主板要不装在服务器里面，我就真不知道它到底是哪个上面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 CPU 的这个针脚啊，在这儿能看出来这个 CPU 是用的什么 CPU 吗？我把它拿过来的原因呢，就是要把它当成一个摆件，后面这么多孔，挂起来还是很方便的。怎么样？像不像一幅画？这是一个锐捷的交换机啊，它是一个，大家看到这个蓝色有8个口，你看这里面还标了一个 PoE， 它是一个8口的 PoE 的千兆交换机。把它拿过来的原因是因为 PoE 的交换机仓库里本来就比较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交换机呢，大多数呢都是从 IDC 里面来的 ，IDC 很少有 PoE 的设备，又加上呢，大家看到那些摄像头啊，包括 AP 啊，实际上都需要 PoE 的供电。那我们这儿好像刚好缺一台，所以呢，我就当时就把这个放在了这个购物车里面。但是吧唧，我又看到了一台更好的2960的 PoE 交换机，很经典款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它是采用这种被动散热的，实际上就没有风扇，它基本上可以非常的静音。虽然放在机房里面也意义不大，但是它的确是很经典的一款。所以呢，我看到这个之后又把它放在购物车里面了。所以这里面就有2台 PoE 交换机，当然用的时候只能2选1，但是你看到这个了，你就情不自禁的就想把它据为己有。那这台呢是一台 ASG5000，一台华为的上网行为管理。我们其实有很多上网行为管理，但是大多数都是声音服的。那声音服的，因为二手设备的声音服的，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特征库一直是过期的，有可能过期了很长的时间。所以呢，我们对这个华为的这个上网行为管理还是充满了信心，因为它有可能还能够把那 license 再续一下。不像声音服的，续 license 的成本太高了，而且它还是一个双电源的 ASG5000，这个还是比较点赞的。以后员工摸鱼就靠它了，就靠它来识别。哎呀，大家绝对想不到，它其实也是一台防火墙，但是它有点特别，它是叫 Anti-DDoS 1905，它实际上是一台抗 DDoS 的防火墙。按照我们这个带宽，我们虽然遭受过 DDoS 攻击，但是也不至于说专门搞这么一台抗 DDoS 的防火墙放在公司里面啊。我们现在公司的外网好像只有200兆，好像这个是多余的。但是他拿过来的原因呢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技术部的小伙伴呢，他一直想说，我们好像从来没有专门配置过抗 DDoS 的防火墙，所以这个拿过来更多的就是用来做培训，或者说，但是可能有一些场景下，我们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攻防战模拟呀，可能会用到这个防火墙，所以呢，它这个实用性不强，至少对我们实用性不强，可能对于一些小型的 IDC 来说，可能意义更大。来，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大家实际上有2个，为什么拿2个过来？大家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吗？停3秒，让大家猜一下做什么用的。它其实就是 AP 的天线，外置天线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里面写了一个2G、5G、2G、5G， 有4个。这个天线是一根定向天线，但是我不知道它的那个角度是什么样的，可能是120度或者60度。那拿2个过来的原因呢，就是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要做桥接测试的话，这个天线呢有可能能用到。我其实很好奇啊，在这个仓库里面为什么能找到这个天线？按理说它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仓库里面的，完全不是 IDC 的能用到的产品啊，往往都是在一些室外啊做一些远权的时候能用上的。哎呀，但是在这儿，所以你抓到了，你就情不自禁的想拿过来，我估计能用上的概率非常的小。噔噔噔噔，这是一个 AP， 黑色的 AP， 你看妥妥的工业风，是不是？它是个 AP 啊，而且呢，你看到这里面它是支持 WiFi 6的。它有一个好处呢，你看这儿，这个就是它的 WiFi 的天线，你看 2.4G、5G 的，有点像，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一套啊？
你看，如果要弄的话，它其实就是4个天线口接到这边4个。哎，这有一个变态啊，这有个 BT， 大家看呢，这个 BT 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它形状是一个天线口。BT 是不是蓝牙呀？这个还有意思啊，它很窄。然后呢，你看铝壳的机身被动散热的，而且呢，它这里面看它是支持5G PoE 的，也就是说这个口呢，它是一个 PoE 的口，还是5G 速率的。这边呢还有一个1兆的光口，这里面还有一个1000兆，这个应该是个管理口。所以这是个华为的交换机的，它的型号叫6760-511i。这个说实话，我如果不是在仓库里发现，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型号。那这个的确有意思啊，但是放在室内好像有点浪费了。它本来的设计是要在外面经过风吹雨打，随便来都是防水的。你看防水设计做得非常好，这个产品点赞啊！第一次知道华为还有这样的产品，而且很工业风。这还有一个，哇，看有2个，这个有意思，但是应该不会把它用到这个室内，但只能后面再找机会了。所以更多的是科普，希望有一期科普内容可以用到这个室外的 AP 啊。呀，这个是什么呀？5762-12SW， 这个是一个面板 AP。看，面板这个公司里面很多了，它是一个 WiFi 6的面板，这个是有用的。这个呢？哦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，另外一个面板 AP， 3个面板 AP， 这都是什么呀？这是一个摄像头，叫也是旷视的，但是它型号叫 C2， 这个肯定是用不上了。它的产品呢是17年的，所以呢放在这儿了。这个交换机有意思啊，它是一个华为的5731，一个4口的 PoE 交换机，你看长这么一点。你们应该平时可能都不会想到还有这么小的交换机，我要不知道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啊！而且呢，这里面是这个是写的 PoE in， 这里面还有2个光口，它是采用这种56伏的这种端子供电的，这个有意思，说不定呢，在某一些特殊的场景下，应该还是可以用上的。还有这又是啥？3个 PoE 交换机，大家看来为了监控跟 AP， 基本上我们能找到的，无论大小，把所有的 PoE 交换机都给弄出来了。天线，这个天线就是标机立在这儿。这是一个什么？九联科技的一个 CPE，4个网口，它是一个双屏的 CPE， 叫九联科技，但是我没见过，是别说还挺好看。这个可以当一个交换机。那 CPE 呢，它的特点呢，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AP，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无线转有线。现在有很多这种工业机器人，就是用这种这个 CPE。通过这个 WiFi， 因为它的信号会比这个网卡信号要好一点，所以通过它去接收信号，然后呢再通过这个网口连到内部的这个机器人上面，所以它会比网卡更稳定一些。所以在某一些要求接收比较稳定的场景下，就会用到这种 CPE，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一次都没用过。好的，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。大家如果觉得这些东西你们能用得上的话，或者说你们觉得能怎么用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那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